大战在即。郭子健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看在政委的面子上，我撤了你的指挥权。副旅长，如果我刺伤了您的自尊，我道歉。但是希望您能够认真思考我的建议。好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是396旅的参谋长，也不是一个侦察办的班长，你的岗位在一营。回到岗位上。朕。郭子健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索副旅长毕竟是你的上级领导，你得注意自己的态度。政委，打仗又不是打态度，虽然打的不是态度，但态度却能造成内伤啊！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，但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，难道还要全部更改作战部署？时间上也来不及啊！政委，现代战场战机一线，马上就可以实施火力压制，怎么可能会来不及呢？说实话，你们根本就没想真正打一仗。哎，郭子健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这是？难道不是吗？这次演习多好的一次机会啊！可领导的脑子里装的只有导条文书、评分标准和演习规则。哼，难怪索副旅长冒这么大的火。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实话，你们打的这叫分数仗、表格仗，就不是战场上面的生死仗。郭子健，不是科长。对不起，政委，我太激动了。郭子健。你在军校一直从事作战研究，双方对抗演习总得有个章程吧？有规则，难道还错了？政委，有规则没错，可是只盯着那些规则用兵，那就有错。那好，我问你，就算是要调整作战部署，也得有个目标吧？你说那个蓝军指挥所是假的，那真的在哪儿？刘队长，帮个忙呗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要数据说话吗？这个地点既隐蔽又偏僻，从各项数据来看都非常符合蓝军指挥所的选址要求。你认为蓝军的指挥所在黄石岭？能确定吗？因为没有现地侦查，无法做出最后的判断，得需要去看一眼。万一我的推测是对的，如果错过战机，选择了错误的打击目标，我们极有可能会输掉这场战斗。可是郭子健，现在都几点了？你是主攻营的营长，你们一营承担的战斗任务不能有任何的耽误。你现在跟我说你要去黄石岭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政委，我不能去，有人能去啊。郭营长，我们侦察分队这次配属396旅，只服从旅首长的直接领导。再说了，您之前既然觉得我们的侦察结果只是纸上谈兵，现在又何必多此一举？我说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你们不是纸上谈兵，你们是科学尖兵。怎么，韩同志，辛苦你跑一趟了。是。到达侦察区域之后，请直接与我单线联系。是。赶紧回营。是。侦察分队全体都有，带好装备，立即出发。是。营长，咱们这一晚上是不是就白忙活了？什么叫白忙活呢？集团军侦察分队的人不是已经出发了吗？那个曾木涵行吗？毕竟那个西风谷就是他们给出的目标啊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回去做好一切攻击的准备，一旦目标有变，可以随时应对。是。在这么个小地儿给指挥中心安营扎寨，真是委屈您这位蓝军旅长了。只要能打胜仗，
哪怕是怪厕所那点地儿都行。老虎口的备用指挥所还留吗？我说了是备用吗？所谓的指挥中心，无非是一套指挥设备、一批机关参谋、一群保障人员而已。我龙眼山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指挥中心。营长，真的假的？内部消息，绝对可靠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他郭子健还想着出风头？是啊，听说要不是政委在场，索副旅长真想当场把他给撸了。不对，把徐大力叫来。是。地图。副旅长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刚才郭子健汇报了一个新的情况，他带人2次侦查了蓝军指挥所，发现这个指挥所很可能是个假的。蓝军指挥所是核心重点，我们派了2支侦查小组，都能全身而退，而且得到不同的结论，这个确实不太正常。郭子健虽然有点不靠谱，但在这节骨眼上，应该不会信口开河的。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办？让3营、4营以及火力营大部沿石滚河一线集结，准备打击玉皇顶。2营机动，和预备队原地待命。可是以现在情况来看，玉皇顶很有可能是蓝军为了混淆我们的注意力而下的一个诱饵。蓝军之所以搞这套虚虚实实，其实就是想搞清楚我们的兵力部署。咱们可以将计就计，集中火力拿下玉皇顶，先得一分，然后占领有利地形，变被动为主动，把主战场拉回玉皇顶。这样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更有利于之后消灭敌军的主力。要不要我跟康政委汇报一下？回头我单独跟他汇报吧，你抓紧部署。是。1营怎么办？按原计划行动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但是你想想看，1营是咱们的主攻营，只有按照原计划打击目标，才能迷惑龙眼山，懂吗？这就是咱们主攻营的作用。报告，徐德利，过来。营长指示，战斗打响以后，离开你原有的待机地域，向旅指挥所靠拢。为什么？不要问为什么。带上你的配属火力，我会把旅里加强的远程火力也配给你。可他们有自己的防卫力量。徐德利，保证旅指挥所的安全，本来就是我们营的任务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这郭子健气儿太盛了，不就是个营长吗？芝麻大点的官，把咱侦察分队贬得一文不值，咱凭啥听他的？这次任务是396旅的政委亲自下达的，还不都一样？行了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服从命令，完成任务。是。营长是担心龙远山的斩首战术。斩首战术本来就是龙远山的风格。你别看郭子健那小子疯，说不定真让他发现了点什么。我们得留一手，以防万一。报告，营长，我方作战计划已调整。说，
我方主要火力集中打击玉皇顶，我们一营继续打击原目标。那他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对我的结论半信半疑，所以选了个自认为最保险的办法。曾慕寒他们有消息了吗？报告营长，一直没接到集团军侦察分队的信号。这个时候，急也解决不了问题，再耐心等待一会儿吧。发现目标有误，为什么让大部队都往玉皇顶方向调动啊？愚蠢！哎，首长，您先压压我。您不常说嘛，演习重在发现问题，暴露的越多，得到的教训越深刻。报您这种问题暴露的少吗？啊，有几支部队汲取了教训。我看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这演习的规则要改一改。不是，首长。这前面都是小规模的接触，真正有看头的还在后面。这，子健，天马上就要亮了，我们营打的是全力进攻作战的头一炮。这个不用你提醒，我知道这一炮的分量。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曾慕寒没有任何消息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是绝对不可以私自改变行动计划的。刚才吕基指又特意派人来了，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定要遵守战场纪律。这个档口还在强调纪律，就是冲着我郭子健来的，我不明白吗？咱们作为军人，本来不就应该是服从命令吗？行，听你的。郭子健，你脑子里呢，又在打什么算盘珠子呢？你不应该答应这么快啊！你越答应的快，我心里就越没底了。使用多功能侦察仪，观察前方300米树林。不等了，通知吴东胜，马上来营指挥所。是。吴东升级侦察班全体成员正在待命。不愧是一营的侦察班长，仗马上要开打了，一直收不到集团军侦察分队的消息。你们的任务是对黄石岭区实施现地侦察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吴东升，您等一下，我有事情跟营长商量一下。战机稍纵即逝，哪还有时间商量？吴东升，走，出去。我知道你心里面惦记黄石岭区域，咱马上就要发动主攻了，这个时候不容易出现任何偏差。集团军已经把侦察分队给派出去，退1万步讲，就算出现了什么问题，延误了战机，跟你郭子健没有半毛钱关系了。
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郭子健从来要的不是但求无过，我要把仗打赢。指挥员对目标有怀疑，难道不该侦查吗？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你这么做……行，我说不过你啊，这回就当你让我，行不行？出任何事情，我郭子健自己担着，绝不连累你。什么叫不连累我？我们俩已经是一根筋的蚂蚱了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担。好，总动手，到，出发。是。海子，怎么了？我们中埋伏了。不许动！走。看来郭子健是对的，我帮你抵挡一阵，你快点传递坐标。行了，不用嘀咕，一个都跑不了。说的好听，不打怎么知道？想跑的，全部击毙；想打的，奉陪到底。报仇！报齐！虎子到，少龙到，顺子到，换猎豹车，伪装侦察。是。班长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您不能偏心啊！班长，大家都去了吧？一个好汉3个帮呢。你们少得了便宜又卖乖，其余的赶紧回去睡觉。班长，带上我吧，怎么着也得要个拳脚硬的去吧。行了，没听班长刚说吗？侦察兵要学会动脑子，别动不动拳脚。扶手，扶手，来。天黑路西，一定注意安全。是，俺一定注意。期待凯旋。保证完成任务。身手可以。带走。走。杨仔，红军侦察小组怎么不开侦察车啊？在特殊情况下，可以使用合适的车辆及手段进行伪装侦察。你说咱们现在跟一个侦察小组，会不会捡了芝麻漏了西瓜？别担心，他们这里正常的进攻行动全部都是按部就班。我已经跟导演部申请过了，他们会派记录员过来，到时候会跟我们提供要素齐备的录像。不是，那两个人演戏都快开始了，他们一个侦察小组还能泄什么风浪啊？这就是导演部要的变数，而这个变数，往往就是整个战局转换的关键点。不是，怎么一提到这个郭子健，不是变量就是变数啊？我也想看看，郭子健的判断是不是真的可以超过数据分析的结果。行，梁三，那你坐稳了啊。报告，说，捕猎小分的报告，擒获5只红嘴鸟。摸到这儿来了，没走漏风声吧？刚睁眼就实施抓捕，设备还没开机呢。不过红方侦察人员失联，不恰好证明这边有情况吗？这儿地盘大着呢，他们无法准确定位，更无法判断这里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。确实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不过红方能想到在西风谷跟黄石岭2处派出侦察人员，看来这个索建安有2把刷子。下棋遇高手，过瘾啊！
如果索建安真的是一个臭棋篓子，那这仗打的就真没什么意思了。不过也许他还留有后手。政委啊，你怎么能听从我子建传的呢？打仗啊，不能意气用事。啊，反正曾某涵他们现在也没什么任务，让他们辛苦了一趟，至少也能还我们一个心安。我看您对郭子健太过爱护了。建安，你是代旅长，作为指挥员的压力我明白，但我认为啊，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，你应该冷静处置。首先，我承认我对这小子是有点看不惯，但是你太在意郭子健的态度，而不是他的意见。政委，你是我的老领导，你的批评我接受。我知道从演习一开始，你就在帮我树立威信，但是你想想看，现在大战在即，我作为一名指挥员，我不能暂且顾后啊。再说，我不是完全没有接受他的意见，要不我怎么能临时改变作战计划呢？刘科长，到。通知各进攻部队，人员装备全部进入站位。是。营长，左副旅长要把玉皇顶之战做实，却依旧让一营按照原计划行动，这显然是把一营放在了次要位置。通知无人机搜索这片区域。郭子健什么德行，索副旅长能不知道吗？把他放在现在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。那么让咱们原地待命，又是基于什么考虑呢？7点，一营第一炮打响，马上就可以知道西风谷是真是假。如果真让郭子健那小子狗屎运的猜中了，那么蓝军主力的位置就是一个谜。索副旅长也是基于这一点，才把战场重新拉回到玉皇顶。可是，一旦在玉皇顶摆个架势，那么蓝军势必要增援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就是我们这支王牌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。所以你才说谁是主攻，谁是助攻还不一定呢。学着点吧。是。放心吧，班长，除了有几只野鸡飞过，咕咕地喊着难听的号子，其他呀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少废话。再说了，我们刚才已经把他们的5只红嘴鸟全部收了，估计这会儿红军指挥所还在抱怨那帮兄弟们为啥会不回信呢？他们不回去，更有可能引出后续的小分队，都把眼珠子给我瞪大了。你说敌人怎么就这么确认，硬是直接往咱们这里猛扎呢？这个问题一句话跟你说不清楚。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明白，班长也不明白。是不是先收拾了啊？注意警戒。班长，咱们是来做侦查的，后面还跟了个尾巴，这要是暴露了，丢的是咱一营的人。少说2句吧。不是，咱营长让咱特意侦查这片区域，我也没看出有蓝军的痕迹啊。这痕迹都在你面前摆着吗？不得找吗？少龙慢点开。是。前面有个路口，在村庄后面有条小路。班长，真厉害，我差点晃过去了。你这眼神啊，真绝了。哼，少拍马屁，好好开车。大家小心点啊，这条路可不一般。停车。虎子，看仔细点儿。班长，前面这路的宽度过咱们重装备没问题。好，记下来。顺子，记下坐标。上车。
梁参谋，这前面的路呢不太好走，这一般的驾驶技术啊真应付不了，你们就别跟了。哎，你这是瞧不起谁呢？俺没瞧不起谁，俺都是在替你们着想。万一暴露了行踪，算谁的呀？要不，你们就在这儿等着吧，说不定俺们大部队啊真会从这儿经过，到时候你们也方便取证，对不？梁参，他们这是故意找茬。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啊。要是遇到敌情，因为我们暴露了目标，这算谁的？我觉得咱们没必要跟着他们，咱们应该盯着郭子健。不，我有预感，这一趟我们一定不会失望的。走啊，开啊！梁参，那你信得过我的驾驶技术吗？下车，换我来开啊！我接受过专门的特种驾驶训练。啊，什么快一点啊，不然就跟不上了。哦，是。我以我的党性向您担保，截止到目前为止，曾慕涵没有跟我们发生任何联络。你们的通信系统是不是一直畅通的？一直畅通。通讯参谋已经1夜没有合眼了，一直坐在电台前盯着呢。郭子健，怀疑的那块地域，他做什么了？政委，由于迟迟没有收到曾慕涵的信号，郭子健迫不得已派营侦察班实施现地侦查去了。我就知道他会这么做。有回复吗？目前没有。现在情况紧急，不要再纠结那个点了。是。班长，还真让你猜准了，真有后续部队，可是他们速度太快了，怎么办？指挥所有命令，把这股侦察兵放进来，全部抓俘虏。进了2道坡，可就是咱们的指挥所了。怕什么呀？等他们一进圈，前堵后追，一举拿下。大家注意了，做好战斗准备，情况有点不对头。咱现在给营长发信号吗？发什么发呀？你知道对方什么阵地吗？有多少兵力？有什么装备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发什么呀？明白。万一有误判，产生了误导怎么办？那咱怎么办，班长？咱们怎么办？虎子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跟顺子只管做好记录。是。可是这样的地形，恐怕什么呀？就算不能用笔，也要相互用脑子印证着，把它记牢了。是。梁参，怎么停车了？蓝军要抓俘虏，不要挡了人家的道。这还真是蓝军的指挥所？现在还不知道。吴东胜他们也发现情况了。坐稳了，把镜头调到广角，下面就是短兵相接，注意不要漏了要素。放心吧，梁参，我可是全基地演习信息采集冠军。对表。作战时间：2017年6月6日6点40分。点名。1营郭子健到。2营江胜强到。是蓝军故意设置的，为了阻止对手车辆，让对手无法在车内完成有效作业。不愧是死机旅，这回真要给吴东胜他们整死机了。班长，咱们会摸进南方老窝了吧？这不是正好吗？咱不就要找他们的老窝吗？
虎子，哎，俺再强调最后一遍，注意记录战场要素，关键就是坐标。要万一漏记了误事儿，俺就把你的脑袋摘下来当球体。是，班长。班长，前面有路上，左转，直接进2道坡。放我开！什么？放我开！你开不过他！快！我今天就是要看一看，这2道坡里到底藏着什么鬼东西。吴东胜还没消息吗？还没有。董启斌，走，给我建1连里纵位。是。林们，做好攻打黄石岭准备，一旦接到命令，立刻出发。是。杨三，咱们是采集信息，不是跟踪追击。林子这么密，如果不跟紧一点的话，你拍到的就只能是树叶了。团长，甩掉他们了。这车技牛啊！没想到红方还有这么厉害的高手。班长，你行不行啊？闭嘴！虎子，你们下边上看看，除了帐篷之外，有没有什么装备标志？报告班长，前方发现坦克、通讯车、指挥车等装备，都是指挥所标配。班长，咱成功了！漂亮，任务完成了，马上发送坐标。班长，小心！不就是演习吗？至于这么心惊肉跳吗？看你小子往哪跑！记住这几个情况：第一，咱军的主力狠狠要实施反包围，以包围的路线是咱们一直走过的路线。第二，路线两边是有重装备和电子干扰装备。第三，俺怀疑咱军的指挥所就设在2道坡里。能看到斜后方8点钟方向的树丛了吧？一会儿我开车过去，你们就在那儿利用树丛的掩护跳车下去。我开车引开他们，你们下去之后就立刻分散，分别向营长汇报情况，然后等待救援。班长，那你怎么办？俺可能今天就要在蓝军的军营里边过夜了，但只要任务完成了，俺这个部落也就当值了。记住了，坐标和信息无论如何都要发回去。吴东胜他们怎么又都回去了？他应该是在寻找新的出路。哪还有出路？蓝军的地面部队已经包围过去了。团长，是龙眼山。小师，
洪班长，你带留单机保着现场，我来跟踪。是。 下车救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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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住了，坐标和信息无论如何都要发回去。 导演部，我是梁红，这里发生意外事故，有人员受伤，请快速派出救援车队，还有随行军医。这里的位置是蓝军镇第2道坡。报营长，各作战单元应完全准备就绪，第一波火力压制，是否按时展开？ 报告营长，收到营侦察班发来的坐标有信息，黄石岭区域2道坡，可以确定就是蓝军指挥中心的所在地。漂亮，漂亮！老郭，距离主攻发动时间还有不到1分钟，来不及调整，更来不及向上级汇报。你说，咱们该怎么办？那就按第2套方案办。班长，到！马上命令，我营所有远程重型火力。 除2连协攻力量外，马上改变射向与坐标，对黄石岭地域实施饱和打击。同时，装甲1连、步兵1、3连、工兵爆破，连同战区陆军配属的所有火力援助，全部展开，对黄石岭地域实施强攻。是。还有，让1连迂回黄石岭，对其残余部队进行清扫。是。副总到，马上起草作战调整指示。是。 内容如下：我营已于清晨6时59分获取准确信息，发现蓝军指挥所及主力部队集结之地，并附其坐标及基本力量配置。为求最大之作战效果，我营已调整主力部队对黄石岭之敌实施打击，请指挥所视情处置，并调整作战计划。396旅一营营长郭子健。目空一切，简直是目空一切。 如果都这么干，那还要指挥员干什么？是，他这么做是有些不妥。不过老苏，作为总指挥，你千万不能乱了方寸。我哪还有什么方寸啊，政委？有这么干的吗？马上发起总攻了，他擅作主张，改变作战方向，开什么玩笑？儿戏吗？ 老苏，我核实过了，一营是在主攻任务发起前1分钟才收到信息，之后他们立即提交了请示，
请示，哼，时间紧迫，情有可原。什么是请示？请示就是请求上级批示。你批示了吗？我批示了吗？好嘛，我行我素，毫无组织性、纪律性。是，你说的对，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作为党委书记，我负有直接的责任。我一开始也觉得郭子健的判断不无道理，但是他的主攻方向已经被你调整成了试探性打击。那打击已经获取准确信息的黄石岭，不是更有效果吗？问题是黄石岭的信息真伪现在无法判断，万一又是蓝军的幌子，他不仅是浪费火力，很可能会暴露阵地呀。行了，咱们不争了，打击效果很快就会出来，等等看。这梁红怎么搞的？主次都分不清楚了吗？这么大的变化，为什么事先不上传呢？首长，梁参谋跟随小分队去侦察敌情，是事先汇报过的。为什么不死盯着郭子健？郭子健是红方的主攻力量，是最大的变数。可不是变数吗？他这一变，差点把蓝军指挥所都给端了。马上查清楚，郭子健对蓝军指挥所实施了精确的打击，是他得到了红方指挥所的命令，还是他个人得到了什么关键的信息？不是首长，这演习都是背对背的，人家什么战术战法，怎么可能处处都跟咱们汇报啊？你不要给我唱反调啊！啊！这演习山头是固定的，部队人数是固定的，谁多谁少，谁长谁短，我是一清二楚的。是，那阵地上哪块石头偏了向，您都一清二楚。报告，梁红那边什么情况？梁红小组跟随396旅1营侦察班，发现了蓝军指挥所。我知道了，你抓紧时间联系导调小组，让他们随时上报情况。是。听见了吧？猫腻儿在这儿。哎呀，像梁参谋这样，什么事都能抓住核心环节，才是最好的导调员啊。许灵军儿，你这个家伙现在越来越会说酸话了啊？有吗？出结果了。报告，报，导演部裁决，我1营对蓝军指挥中心打击有效，致使蓝军指挥中心60%战力受损。好，快，干得漂亮！60%的兵力受损，那说明龙远山跑了，咱们的2支侦察队可能被俘虏了。可惜了，不开局，郭子健就吃掉黑曼巴指挥机关60%的肉，也算不错了啊！别高兴得太早，龙远山那是一只老狐狸，一只疯狂的老狐狸啊！想啃他一口肉，没那么容易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在龙远山的对抗史上，也算是头一回吧？啊！哎，政委上哪儿？哎呀，憋半天了，去厕所。瞎帮碰着死耗子，有过当房，有功当赏。龙远山战力受损，位置也暴露了，原来的作战计划已经破坏了。如果我的猜想没错的话，他会和玉皇顶的部队会合，和咱们一决高低。3营4营到位了没有？快到石棍河了。命令他们加快速度，抢占玉皇顶。是。命令1营、2营原地待命，保持警戒。是。这么快就可以将打击目标从西风谷调整为2道坡，应该是提前做好了 B 计划。看来红方侦察队并不是误打误撞，而就是奔着咱们指挥中心来的。
红方里头一定有高人。第一支侦察小分队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及时调整作战部署。还是我不够警惕，有点过分自大。是咱们小看了索建安。可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咱们指挥所的坐标，为什么只派出了一个营的火力对咱们进行打击？要是把主力全都集中过来，咱们很有可能就一败涂地了。这是侦察员刚刚发来的信息。既然他们想把我们拉到玉皇顶决一死战，那就如他所愿，往玉皇顶增兵，往实了打得越惨烈越好。这样一来就只能拼消耗了。有时候拼消耗就是争取战机。既然我们要声东击西，那就干脆把戏做足了。连长，打不打？打啥呀？这能打吗？可是营长不是让我们清扫地方残余部队吗？能不能动动脑子？这是残余吗？这起码一个合成营的兵力。那咱们也不怕，跟他们干。干什么干？这场仗才刚刚开始，还没到壮烈牺牲的时候。告诉兄弟们，帮他们过去。再派2个侦察兵去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。是。这么荒芜的仗，总会给他们杀惨。玉皇顶，年年玉皇顶。这龙远山唱的是哪出戏呀？这真要跟红军在玉皇顶拼个你死我活？换个人可能会这么打，但龙远山不会，他是个老狐狸，他去玉皇顶，一定另有所图。那这么说，红方是为拼而拼，而蓝方是为变而拼。哎，许伦军儿。你这个认知提高了，如果有10分的话，给你打7分。哎呀，我又及格了，谢谢首长。机动情况怎么样？司令，坐。根据您的指令，我们从黄石岭直接迂回回来，2楼河被重火力压制之后，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。但是，我们遇到了龙眼山正在转移的主力部队。拼掉多少兵力？那倒没有，我是想着我们这把利剑到后面还要派上大用场的，就没上去拼刺刀。不过我派了2个侦察兵跟了上去，争取能找到他们的备用指挥所。可以呀，学会动脑子了，还不是跟您学的。哎，吴东胜回来了呀？搞到人家核心坐标，估计全部当俘虏了。等战打完了，再给他们庆功。太好了。哎，咱们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？原地待命，保持警戒。啊？这是要把咱们主攻营当预备队呀！我还想着上玉皇顶跟这帮黑曼巴狠狠地干一场。李宗卫，到，我把之前对付2营的一个营战斗群押给你，你随时听我命令行动。还有那2个侦察兵什么情况，随时向我报告。是。哎，我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？你是不是要不听招呼，自己偷摸当官啊？你少给我扣帽子！我什么时候不听招呼了？我是特殊情况特殊应对。再说了，我已经把我的行动报给吕首长了。行了，你们好好休整，等我命令。是。龙远山这是出了个组合拳啊！啊，
首长，有一起演习事故，请您定夺。什么事故？396旅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，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发生车辆事故，身受重伤。具体情况？现在我们的导调人员已经把人送到了野战医院，正在进行全面检查。重伤部位初步判定是在腿部，现在人处于昏迷状态。不要送到野战医院，传我的命令，派运输直升机把伤员送到离演习场最近的189医院，通知医院组织最好的专家等候治疗。是。安排伤员去野战医院的是梁红那一组。是。很好。他做得很好啊，没有因为突发状况而慌乱，也没有因为另有任务而躲避。那当然了，梁红可是您亲手带出来的高徒啊。但是梁红他们接下来的任务怎么安排啊？什么怎么安排？继续执行他的导调任务。你通知他，还有其他的参演人员，这一消息全程保密。所有的问题等演习结束之后再做处置。是。报告首长，什么情况？我方在玉皇顶遭到激烈抵抗，从火力情况上来看，对方远远不止一个营的兵力。好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龙眼山还是来了。命令，2营立即出发，在3营和4营的配合下，向玉皇顶主峰发起总攻，直插对方心脏。另外，1营在玉皇顶外围负责协助。是。爹啊，我们将所有的兵力全部集结到玉皇顶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现在已经很明显，玉皇顶成了红蓝对抗的一个焦点。我们现在兵力占优势，必须趁机一举拿下它，否则会错失战机的。可我总觉得这样的打法不像是龙眼山的风格。我倒觉得他是被咱们逼的，他别无选择。哎呀，再加把劲儿吧，胜利在望。今天下午，玉皇顶作战部队将要完成2次强攻，时间间隔可以控制在2个小时之内，完成对红军重装甲部队的牵制和虹吸效应，诱使红军向玉皇顶不间断投入后续作战力量。是，工兵爆破分队带红军重装甲部队增援至石滚河一线，在其前行道路上实施无炸灭爆破，阻其前行。随后以激光系统引导远程火力，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。是，重装4营反装甲分队大造直逼红军指挥机构之势，逼其就近主力，实施全力反击。是，机降分队趁乱伺机斩首，力图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对红军指挥机构的闪电突袭，俄着所见案。是，通讯部队待机降部队出发之后，对红军所有的频段联络实施全网全频干扰，配合斩首。是，出发。是。明明我们1营是主攻营，凭什么让我们负责外围助攻啊？好了，不从命令，集结部队。是。等等，郭子健，你这脑子里不会又在打什么算盘珠子吧？情况不对。童建斌，到，给我接指挥所。是。报告营长，接通了。我是1营营长郭子健。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毛病。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梁参谋，一定把他这一下帮我们剪了，这个跟演习没有关系啊。跟谁发牢骚呢？
还能有谁？郭子健呗。怎么了？他建议主力部队今晚立即撤出对玉皇顶的进攻。你臭脾气能不能改改呀？咱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这个流心眼儿，我就算有100个好脾气也不够用。那无论如何，咱也不应该建议主力部队就在今天晚上撤离主战场，那不是你一个营长应该建议的事儿啊。张老元，这个龙远山打仗比鬼还滑，以前什么时候见过他跟人家硬碰硬的打消耗战？在玉皇顶就一反常规，而且是在旅指挥所被我们重创、兵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。我告诉你，这里边一定有阴谋。那这个鬼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可能永远凭着直觉在打仗吧？你作为一个指挥员，不可能永远靠着直觉在指挥一场战斗吧？哎，行了，现在还没想清楚，那就让自己慢慢想清楚啊。在我们想清楚之前，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：服从命令。李松伟那边的侦察兵有消息了吗？没有。已经确定，红方指挥所就在野库里，随时可以实施斩首计划。哎呀，抓了2个尾巴，又是侦察兵，一波波的没完了，看来他们还真是死咬着不放。你们俩谁的兵啊？哟，还威武不能屈啊，有点意思。我倒是越来越好奇了。这样，我们解放军向来优待俘虏，通知炊事班给他们俩和那5只红嘴鸟加个小炒肉。是，走。通知劳务口指挥所所有的电子对抗和干扰设备全部打开，把功率调到最大。是。老龙，这么干不怕暴露指挥所目标？他要真凭这些能找到这儿，还真算他有本事。正好我也想看看，这个捅了我龙远山窟窿的，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我看你这是又动了挖墙脚的心思了。报告，讲，蓝军被我方重重包围，企图突围，指挥中心要求我方加速前进，将其消灭。突围？肯定王宁。旅指挥所跟进没有？还没有跟进通报。给我接2营一战。上。 2动1，2动1，幺动113，幺动113。讲，营长，1营营长顾子健来电。蒋仁强，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但现在不是我们较劲的时候，我也不是让你违抗命令。看到石广河了吗？那里地势狭窄，重装备通过缓慢，所需时间较长。如果敌人在那里对我方进行打击，很有可能造成我方兵力被截断。你知道龙远山为什么要这么打吗？所以我怀疑。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，郭子健。2营的仗怎么打，我心里有数。管好你自己。怎么又不生气了？生气管用吗？作为指挥员，怎么能生气呢？话点到了就行，懂多少就看他自己了。既然左右不了别人，就只能靠自己了。哎，马上就要出发了，你去哪儿？你们先走，我去电抗分队。小人听我命令，出发！出去！命令2营停止前进，接应我指挥中心，以防蓝军实施斩首。
重装备以假目标接近时混合前沿，迷惑敌人，并预留防空火力分队。这不是违令吗？少废话，我会向吕师长汇报。通知徐大力，让他守在旅指挥所东北侧，没有命令不许离开。是。龙远山这回好像首长，首长啊，你看龙远山的组合拳开打了。哦，好戏开始了。石滚河重装部队集结地域，遭蓝军远程火力打击，损失严重。知道了。是。这龙远山越是玩命，说明玉皇顶越是有问题。参谋长，到，迅速组织出散，归拢人员装备，继续完成对玉皇顶的合围。这是命令，不是商讨。是。报告，进来。石滚河方向发现蓝军车站人员，通过激光引导对我军重装部队实施地点式精确打击。由于战损装备阻塞，后勤部队无法继续前行。警戒部队干什么吃的？人呢？负责警戒的各营之间有结合部，我想蓝军正是从结合部进行的渗透。通知侦察营去你。是，快点。是。石滚河方向报告，导演部通报。蓝军远程炮火袭击之后，步兵反装甲部队已经占领了主要通道，同时工兵对各个通道实施了爆破毁坏，已经完成了对我方部队的分割。奇了怪了，这些蓝军部队怎么这么快出现在我作战区域？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命令：是。1、2营所有靠近指挥所人员快速回撤。是。报告。讲。蓝军自发起远程打击起，就开始对我所有通讯手段实施全波段电磁干扰，无法通信。变换信道，反复联系，直到结束。是。这龙远山想干什么？这仗才打到哪儿啊？还想斩首？几支保障部队手里没有重装备，不可不发。蓝军的强电磁干扰十分厉害，我们正在对其进行反干扰。能不能通过电磁干扰信号判断出蓝军指挥所在哪儿？理论上是可以，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能力进行如此复杂的运算。这不是有信息工程专业的大博士在吗？可他是导调人员，来帮咱们算不算违规？谁让他帮了？我就出道题考考他，纯属业务交流。找你有点私事儿，能不能把这玩意儿先关了？郭营长，我们现在正在演习。行吧。我就是想，等演习结束之后，请你吃个饭，单独的，就我们俩。怎么，想追我啊？书上说，邀请熟悉的异性吃饭是有追求的意思。不敢不敢，就是想跟你有个简单的学术交流。那就好。别这么看不上我啊！当朋友怎么样都可以，但是如果当伴侣的话，起码在学识和智商上要在同一水平线上才可以吧？这什么意思？
就你这个博士看不上我这个硕士呗？我没有说，是你自己说的。行，但是现在啊，我觉得弄个博士学位也没什么难的，而且这梁副军长又是你的导师，帮你使使劲儿也很简单嘛。我的博士学位是我靠我自己实力拿下的。虽然说梁副军长他是我的导师，但是我的博士学位是靠我自己一分一分考下来的，是靠我自己的实力，跟掺假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别急呀。这样，我前段时间在书上看到一道题，想了好几天没解答出来。你要是能帮我解答出来，我就承认你这个学历是货真价实的。可笑，我的学历是由学院认证的，根本不需要得到你的认可。切，不会就不会吧，你说那么好听。什么题？报告。报。二营长江胜强通过有线电话报告，李副参谋长在指挥前线被判定阵亡。二营已经集结3营、4营现有装备人员，组织蓝军切割，并谋求对蓝军进行反包围。好。告诉江胜强，就说是我说的，他干得漂亮。是。另外，告诉他，蓝军指挥机构已经遭到了郭子健的重创，目前损失严重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，让他狠狠地打，往死里打。是。好一个江胜强，关键时刻起了大作用了。所以我说政委，别老是盯着郭子健，咱们旅啊人才辈出啊！说实话，在我眼里，2个郭子健都不一定能顶上1个江胜强。哎，偶尔江胜强被打败了，那是偶尔的事儿。你呀，这可就偏心了啊！江胜强，这算是战前临时调整作战计划了吧？2个人都有功，可是你这态度啊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啊，我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啊。郭子健这小子啊，确实是有点歪财的，但是这小子不好弄啊。以我多年带兵的经验，像他这样的性格，迟早有一天会捅大娄子。什么情况？最新战报，龙远山要对我们的指挥员实施斩首，上级命令我们马上回援。吴参谋，让李松伟带上1个小型营战斗群跟我走，其他所有人立即回援。指挥中心已经危在旦夕了，这个时候你不回援，你要去哪里？龙远山已经打好了算盘，现在投入多少兵力都没用。要想打赢这仗，必须要抢在他们之前实施斩首。依据卫星和无人机定位目标，锁定红军指挥机构及其保卫保障力量。但有一点注意啊，所建安的指挥中心给我留下。飞鹰收到。哎，他们这是往哪儿开啊？这条路不是通往老虎口的吗？老虎口？对啊。他又骗我，谁骗你啊？怎么样？专业人士鉴定过了，答案正确吗？服了，我是真的服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上级打个报告，你来我们营给我当首席参谋吧。不用了，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工作。怎么不适合了？我觉得我们俩挺合拍的。再说了，这未来战场更多的是要借力、工具和平台，这跟信息系统都是相挂钩的。你不到部队一线，怎么能跟得上这陆军转型的滚滚洪流呢？不着急，我有的是耐心。梁博士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我看他要助纣为虐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，梁子？没头没尾的。南方直升机编队遭受沉重打击，红方这一次出击干得漂亮啊！是啊，我就说396旅绝不可能束手就擒。
这个江胜强打起仗来还真不含糊，不仅预留了防空力量，还专门留下一个主力连，防止对方斩首。龙远山这些年啊，所向披靡，这回也该吃点苦头了。飞呼叫野狼，飞呼叫野狼。小狼说道，请讲。西拳遭受地面防空导弹打击，西拳遭受地面防空导弹打击。红军防空拦截是预料之中的事儿。启动第3方案，第1编队超低空接敌，引导火力打击其预留部队。第2编队改变航向，按第3方案迂回。收到，回复。飞鹰收到。报告，通讯恢复。好，报告，2营方向报告。现已与蓝军武装直升机1个编队交火，击落蓝军武装直升机3架，运输直升机1架，其余武装直升机及运输直升机逃离。龙远山不是牛哄哄的要来斩我的首吗？怎么又往回飞了1营联系上没有？报告，已经联通，顾营长已令其装步2连和1个突击炮排及部分防空火力回援旅指挥所。他本人带步兵1连及其他部分火力，组建了一支小型营战斗群，正向老虎口进发。老虎口？他到老虎口干什么？为什么不服从命令？顾营长判断，老虎口是当前蓝军指挥机构所在地。他判断？他有什么权利判断？为什么擅自决定？营长，这蓝军指挥所真在老虎口啊？你不相信我的判断？那倒不是。这黄石岭的结论基于你的数据分析和吴东胜现地侦查的情报，但是这老虎口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冒险的。问题是我们现在没办法进行现地侦查，而且我相信梁参谋的计算结果。你说咱们这主攻营，明明是给这场仗开了个好局，却活生生挤兑成现在这样，真是憋屈死了。算了，拼一把，活捉黑曼巴的头头，我看他们谁还敢跟咱们面前嘚瑟。这场仗打了现在，算是到了刺刀见红的阶段。是啊，前面打得再精彩，收不好尾的话，也会前功尽弃。从黄灯显示上看，每一个关节点上都有我们的导调人员，保证不会漏掉任何一场精彩对决。那就好。到最后讲评的时候，咱们底气足啊。是。对。首长，你看那儿，把画面调出来。时间到了，行动开始。报告，我方遭受远程火力打击，防卫力量损失惨重。他们怎么使用远程火力？不怕伤到自己人吗？那是蓝方的佯攻，他们假意逃跑之后，把我军引入了他们的远程火力打击范围。报告，情况怎么样？蓝军发起突袭，指挥所保障要素遭重创。2营不是已经进入保卫区域了吗？2营确实已经接敌，但受到蓝军的诱敌之际，遭蓝军远程火力重击。侦察营呢？他们大部分都轻武器，抵抗不了多久，请2位首长赶紧撤离。政委，你们立刻转移，我留下来。参谋长，保护好政委，立刻和郭子健会合。记住，万一我出了问题，由政委接管我的指挥权。是。姐，应该你先撤离。我是军事主帅，我理应留下来负责后续的指挥工作。你们先走吧。
我会尽快的。李宗伟，到！立即实施斩首，活捉龙远山。是，2旅军队都有，启动。控制！终于见面了。左副旅长，得罪了。说不上，反正就算抓住我，你们也不算斩首成功。怎么？你指挥权交接了？导跳中心有现场录像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以为跑了一个康保平，你们红军还可以卷土重来是不是？你心里很清楚，你的战损比我重。哎呀，索菲旅长，就凭这几句话，你今天当这个俘虏，一点都不冤枉。你以为咱们是拼刺刀啊？如果就按你这个套路来带兵打仗，我劝你还是回到几十年前吧。我不想跟你磨嘴皮子。不相信呐，咱们往后看。往后看？后面有什么呀？后面什么都没了。索菲旅长，战斗结束了。战斗结束了。结束了？这不可能！通知指挥中心，我们立即返回野狐岭。是。不必了。索副旅长已经被龙眼山俘虏，红方剩余部队极为分散，且军事指挥中心已经被完全摧毁。虽然政委康保平目前正试图与你会合，但是就一营目前的指挥系统来看，没有办法完成有效指挥。所以，
我们这边的目标判定是你提交的，是。演习结束的指令，也是通过你的判定。是的。就是说，你一开始给我的那个答案，是个诱饵。不是。如果答案是诱饵，那就有所偏向，这是演习纪律所不允许的。事实上，答案是正确的，只不过是你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就在2个小时前，龙远山还在这里，但是他跟你打了一个时间差，你中了他的计。可我们现在火力尚存。我正要告诉你，这个区域刚刚受到了蓝军远程火力的打击。郭营长，你阵亡了。就是说，我郭子健现在是整个演习最大的笑话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就算要说，也应该是在演习总结会议上专题陈述，没有必要在这里跟你单独解释吧。郭营长，我这样的首席参谋，你还收吗？营长，旅参谋部通知，马上返回宿营地，各营主官连夜参加旅党委扩大会议。明天早上8点，集团军在基地导调大厅召开演习总结和讲评会议，所有参演部队干部全部参加。郭子健，说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厉害？天下无敌啊！为什么自作主张？你在最关键的时候把一营的主力拉走，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让整个396旅都成了笑话？